祝大家新春大吉，万事如意。好，拜完年之后呢，话锋一转，咱们来说正事儿啊。春节长假呢，已经渐渐的接近尾声了，这回可是不管公历新年还是农历新年都要过完啦，再也没理由继续摆烂啦。相信呢，很多人都在新年计划里面早早的就表好了决心，说新的一年我一定要努力的提升自我，一定要悄悄的变优秀。但是这个变优秀到底应该从哪儿开始做起呢？其实啊，最好的一个办法之一呢，就是多读书，读好书，从书中获得启发，进行思考，然后开始行动。岁末年初呢，《纽约时报》按照往年的传统，也发布了2022年度的10大好书。2022年呢，是《纽约时报》书评栏目的第126周年，也是栏目公布的年度10大好书的第18年。年度好书的评选对象呢，是在美国发行的英文著作。入选的作品是由书评板块的编辑与撰稿人共同选出的，其中呢5本是小说，5本呢是非虚构类的作品。今天呢也借此机会一起分享给大家，让我们一起阅读起来，进步起来。好的，就让我们开始吧。第一本书名叫做《糖果屋》The Candy House， 作者呢是一位美国的女作家，叫做珍妮佛·伊根 Jennifer Egan。这位作家呢，在2010年就曾经凭借《恶棍来访》A Visit from the Goon Squad 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以及国家书评奖。这部《糖果屋》呢是《恶棍来访》的续集，全书呢共14章，也就是14个故事，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写到了21世纪30年代。其中的一章呢，甚至采用了我们非常熟悉，但是又非常有创意的演示文稿 PowerPoint 的形式。在这部新作当中，我们来到了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宇宙。在这个宇宙当中呢，人类既是宇宙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囚徒。科技大亨比克斯·鲍顿设计出了一款应用程序，叫做拥有你的潜意识。在这里呢，人们可以上传自己的生活记忆，并通过技术手段捕捉并保存记忆。紧接着呢，这些个人的独特记忆竟然还成为了社交媒体的新型货币。《糖果屋》一书的书名呢，来源于我们非常熟悉的格林童话，但是呢，这本书并非是关于未来的童话，而是一本关于未来的说明书。第二本书的书名呢，叫做《收银台19号 Check Out 19》，作者呢叫做克莱尔·路易斯·贝内特 Claire Louise Bennett。贝内特呢是一位生活在爱尔兰的英国作家，他在2015年就凭借处女小说《池塘》Pond 首次崭露头角。这本《收银台19号》是他的第2本著作。这本书讲述的呢是在伦敦近郊的一个工人阶级小镇，一位年轻的女孩爱上了语言和文字。这位书中的主人公呢意识到，真实世界里面安静的自己，在思维的世界里面呢竟是如此的活跃。他拥有那么多古怪、绝妙又有趣的想法。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所经历的事情、所遇到的人，都成为了他大脑当中的灵感源泉。纽约时报认为呢，这本书继承了作者贝内特以往作品当中的语言艺术与黑色幽默，是一封写给书的情书。It's a love letter to books。第3本书的书名啊非常有意思，叫做《铜头蛇恶魔》Demon Copperhead。作者呢名叫芭芭拉·金索沃，是一名美国作家。他的这本书呢是对狄更斯的经典作品《大卫·科波菲尔》的重述。书名呢来自书中的叙事者戴门 Damon 的外号。金索沃呢以现代美国阿巴拉契亚地区为背景，探讨了关于寄养家庭、童工、药物成瘾、农村剥削等现实问题。这是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我们并不歌颂苦难，但是只有将苦难当作苦难，苦难才有可能被避免再次发生。下本书的书名呢叫做 The Furrows， 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皱纹。作者呢是一位美籍赞比亚裔的作家，名字叫做拿姆瓦里·塞维尔。2020年呢，他凭借他的第1部小说叫做《古老的漂流》The Old Drift 获得了英国科幻小说的最高奖项亚瑟·克拉克奖。这本皱纹呢是作者塞维尔的第2部小说，这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书中的主角叫做卡桑德拉，12岁的时候呢，在一场意外当中，他失去了弟弟韦恩，但弟弟的尸体呢却从未被找到。弟弟的失踪让这个家庭分崩离析，父亲很快便组成了新的家庭，母亲
亲呢则成立了一个寻找失踪儿童的组织。在往后的人生当中，卡桑德拉身边的人总是或多或少地带着他的弟弟韦恩的影子，直到他遇到了一位与他一样被过往所纠缠的男性，他呢也与这位男性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这本书探讨了悲伤的本质，悲伤是如何将时间拉长或者压缩，悲伤呢又是如何为我们重塑记忆，让我们幻想出另外一种现实。这是一本层次丰富的书。书中的主角卡桑德拉告诉我们，我不想告诉你发生了什么，我想告诉你那是什么感觉。小说类的第5部推荐作品名叫做《信任》 Trust， 作者呢名叫埃尔南·迪亚兹，这是一位阿根廷裔的作家。这本《信任》呢也是他的第2部小说。全书呢一共分为4个部分，是由4名不同的讲述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述了同一位纽约金融大亨的过往。在这4个不同的版本当中呢，情节与细节不断的被推翻又重建，也一次次的颠覆了读者的期望。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到底应该信任谁的说法？信任这部小说的内容呢，与书名恰恰相反，并不是关于信任，而是关于颠覆信任。真相到底是什么？真相呢，往往是你信任的说辞，但很多时候与事实并无关系。其实呢，在我刚刚看到这份书单推荐的时候呢，在小说类的部分当中呢，最勾起我兴致的就要数这本《信任》了。光听简介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它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了。其实我本人呢，关于小说类作品的选择，通常呢，我比较偏好这种悬疑推理类的作品，所以我已经计划马上要找来这本书，好好的阅读一下，真的非常的有兴趣。这本《信任》呢，也入围了今年的布克国际文学奖长名单。这本书呢，还将由 HBO 改编为电视剧，相信很快呢就将推出。接下来呢是非虚构类的，就是 non-fiction 的作品推荐。第一本呢，名叫做《辽阔世界》An Immense World。这本书的副标题有点长叫做 How Animal Senses Reveal the Hidden Realms Around Us。动物的感知如何揭露我们周围的隐藏领域。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 Ed Yong， 埃德扬。他也是大西洋月刊的一位撰稿人，他呢曾经因为报道2019年的病毒大流行而获得了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在《辽阔世界》一书当中呢，他向作者展示了动物世界如何运用人类没有的感知来体验这个世界。纽约时报总结该书说，人类呢应该走出自己的感官泡泡，思考除了人类以外的动物是如何感知世界的，如何理解我们所没有的感觉的。世界是那么的辽阔，其他动物的奇特感知时刻提醒着我们，每一种物种都只能接触到现实的一部分而已。对这个辽阔的世界来说，我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第2本非虚构类的作品呢，名叫做 Stay True， 翻译成了保持真实，或者是始终如一，忠于自我。这是一本回忆录，作者的名字呢叫做许华。听这个名字大家应该就能马上反应过来了，作者应该呢是一名华裔作家。这本回忆录呢，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者本人在伯克利求学的日子讲起。在学校里，他与日裔美国男孩 Ken 相识，两人唯一的共同点呢，就是作为亚裔，无论他们怎样试图融入，美国文化似乎都没有适合他们的地方。起初看似不可能成为朋友的2个年轻人呢，却渐渐地开始成为了互相的依靠，两人的友谊呢也就此开始。然而，他们的友谊炙热而又短暂。3年后 ，Ken 在一起汽车抢劫案中被害丧生。这是一部关于友情、悲伤和寻找自我的故事。在这本安静而痛苦的回忆录当中呢，美国华裔作家许华回忆了2个人的相识经历，围绕着亚洲身份、教育和音乐展开了讨论，并提出了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身为某人的好朋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本书呢，我想稍微的多聊2句这本书的作者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是一位华裔的作家，从小呢在美国长大。其实呢，我身边倒是有挺多类似的朋友，他们本身呢是拥有一个异族的背景的，但是从小呢在异国他乡求学长大。有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经常的陷入到一种困扰当中，就是身份认同，自己到底属于哪一部分，好像就是在中间的一个模糊的灰色地带。有时候呢，觉得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原籍，有时候呢，又觉得自己是属于自己成长的地方，但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两边都不靠。
所以这种困扰呢，也会往往的变成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和类似背景的朋友有稍稍的讨论过。在我阅读完这本书之后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新开一期视频，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更多的进行讨论和交流一下吧。好了，接着介绍啊，下一本书的书名呢也有点长啊，叫做《陌生的自己：破折号、不安的心灵和造就我们的故事》，Strangers to Ourselves。Unsettle the minds in the stories that make us。作者呢叫做雷切尔·阿维夫。这本书的作者呢，自从6岁起呢就被诊断患有厌食症。他的亲身经历也让他开始关注那些处于极端精神困境当中的人，讲述患病的经历是如何影响并塑造患者的人生。他呢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并结合其他患者的故事。作者阿维夫呢用充满同理心的语调，带领读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和理解精神类的疾病。他想要表达的是，要探索故事的多样性，而并不是急于解释它们。第四本书的名字呢叫做《肤色背后：美国种族主义之伤》，作者呢叫做琳达·维拉罗萨。他是一名记者，他呢观察到啊，无论是何种的阶级，美国的黑人与白人的健康状况呢都有着十分明显的种族差异。他呢在研究中发现，这呢并不是黑人的身体有问题，而是他们在医疗系统当中遭受了系统性的歧视和区别的对待。白人医生往往呢倾向于给黑人病患开更加低效的止痛药，而黑人孕妇呢在生产当中有更高的死亡率。相较着白人社区，黑人社区所遭受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呢也更为严重。而这呢只是作者维拉罗萨所揭开的冰山一角而已。他通过历史案例和独立报道，追溯了奴隶制的遗留对黑人健康的影响、生殖、环境以及精神等等。最后一本书啊，虚构类的推荐，叫做《我们并不了解自己》，We don't know ourselves。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呢也是相当的贴切。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就是我们自己往往是自己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比任何外人都要知道自己，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自己也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想什么，对吧？大家是不是都有过类似的想法？跑题啦！接着来介绍书啊，介绍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做芬坦奥图。1958年，他在爱尔兰出生。也正是这一年呢，面对着大量年轻劳动力外流的严峻形势，爱尔兰国家政府开始改革，开始开放国门，欢迎外国的投资者和流行文化。在这本书当中呢，资深记者奥图也回顾了自己60余年的人生。书的副标题啊叫做《现代爱尔兰的个人历史》。他巧妙地将爱尔兰60年的历史与自己的个人生活相呼应，描述了一个国家的巨变。这既是一个个人回忆录，也是一部爱尔兰现代史。他呢在后记中写道：“我的生活对于写回忆录来说太无聊了，但是现代爱尔兰历史并不缺乏。”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纽约时报》所评选出的2022年度10大好书。介绍完了之后呢，聊到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到哪里可以读到这些书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那样啊，这份书单的评选对象呢是在美国发行的英文著作，所以呢，目前为止应该是只有英文版本的。在国外的各位小伙伴呢，可以先睹为快，去找一找这个实体书以及电子书，可以先来阅读一下。虽然目前国内市面上可能还找不到翻译的中文版，其实呢，很多人呢是将《纽约时报》的这份1年1度的 Top 10的书单作为下一年看书的重要参考，因为这份榜单呢是综合了作品价值、社会性以及市场表现等多重的因素，它呢也是国内版权引进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相信这份书单的中文版本很快就将推出，与中文读者见面。我们也督促一下国内的出版社的各位大大们啊，这些书可以赶紧引进啦，都是好书，也让中文读者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谢谢大家的观看，祝愿大家新的一年里都能够找到更好的自己，一起多读书，读好书，大展宏图。